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别瞎整容。26岁刘浩存对比33岁杨紫，张艺谋果然没说错。在两个不同频道间来回切换的观众，大概没想到会在同一晚看到26岁的刘浩存和33岁的杨紫隔空同台。一边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作品的现实题材剧主角，一边是都市情感剧的熟脸阵容。两位当下最具话题度的女演员，被硬生生拉成了一场原生脸 vs 医美脸的公开审视。真正在镜头里攫取观众注意力的，并不是所谓的谁更好看，而是在高强度特写下，两张完全不同类型的脸在情绪细节和人物信念感上的反差。很多人看到中途，才恍然意识到张艺谋当年那句"我不要整容脸"的坚持，似乎并不是一句姿态，而是关乎职业底线的判断。主角播出前，成年时期的任芙蓉由谁来演，是剧迷们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原著里的她出身底层戏班，从西北小镇一步步走到舞台中央，命运高低起伏，性格也有极大的张力。制作方公布刘浩存时，质疑声几乎一边倒，太干净太乖，演不了底层人物，塑料感太重。类似评论在社交平台下排成长队。据出品方工作人员回忆，开机前的几轮内部讨论里，甚至出现过要不要重选女主的声音。一位参与选角的副导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们当时也担心，大家对他的既定印象比较单一，担心观众带着滤镜看戏。但导演坚持原定人选，理由很简单，他的眼睛里有东西。正片上线后，争论出现了明显反转。很多观众下意识记住的是第一集中那场转身转场，舞台灯光骤然变暗，人物从后台匆忙奔到台前，镜头追着他旋转一周，表情从紧绷、惶惑到瞬间沉入角色的镇定。整个过程只有10几秒，没有夸张的哭喊，也没有配乐刻意煽情，只是一连串细微的肌肉变化和眼神落差。他的脸是活的。有网友在弹幕里留言：没有厚重的妆，没有高耸的鼻尖和完全对称的下颌线，甚至在高清镜头下还能看到皮肤的细纹和微微起伏的法令纹。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任芙蓉这个角色从纸面上走了出来。当她在破旧戏园里对着空座位排练，当她在大雪天咬着牙扛行头走山路，当她被人误解、委屈却又不敢顶嘴时，那些极细微的嘴角抽动、鼻翼轻颤，没有被任何医美痕迹阻断。据剧组化妆师透露，刘浩存大部分戏份采用的是半素颜方案，织作基础修容和淡眉，连假睫毛都被禁用。导演在现场反复强调，不要遮盖她真实的皮肤状态，她需要看起来像一个真正在窑洞里长大的女孩。在一段片场花絮中，可以看到她顶着风沙反复走位，哭戏结束后眼周微微红肿，眼角的泪痕清晰可见，没有被后期美颜抹平。这种完全暴露的表演方式，与同时段另一部剧里的镜头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杨紫出现在新剧里，是观众极为熟悉的都市角色形象，妆容精致，发型考究，服装配色讲究统一。她依然保持着多年累积下来的台词功底和情绪爆发力，一些重场戏中情绪铺垫、停顿的节奏，依然能看出成熟演员的控制力。不少观众在讨论剧情时，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转向她的脸。社交平台上，浮肿、紧绷、法令纹模糊这些形容被反复提及。有观众截图了几段大哭戏，对比她早期作品，指出以前她一哭，法令纹往下拉，嘴角会微微抖，现在是眼睛红了，其他地方动得很有限。这类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公开资料显示，过去几年里，
关于杨紫是否进行过医美的议论持续不断，尽管当事人从未正面承认。有人翻出旧照，指出她在鼻梁、下巴线条等部位的变化，也有粉丝强调，这是减重和妆容调整带来的自然变化。围绕她外貌的争论，至少持续了5年以上，几乎每部新剧播出，都会被重新拉出来讨论。据一名参与化妆工作的业内人士在匿名访谈中表示，如果演员做过比较明显的填充或者调整，我们在给他做表情妆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因为一旦用力过猛，就容易在镜头里出现不协调的线条。他也坦言，有时候需要和摄影组、后期紧密配合，通过灯光和后期处理，让面部线条看起来更自然。但在高清4K甚至8K的镜头面前，任何修补都很难做到完全隐形。尤其在特写镜头中，当演员需要完成一个从平静到崩溃的情绪跳跃时，观众能清晰看到眼睛在哭，额头却纹丝不动，嘴角试图拉下去。颊部的填充让线条显得略微迟滞，这种微妙的不协调，被不少观众形容为演技还在，脸拖后腿了。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2位演员对外貌的感受，并非一开始就站在今天的位置。刘浩存从出道那一刻起，就带着张艺谋新女郎的标签。他在1秒钟中第一次被大银幕观众看到时，脸上的青涩感几乎没被遮掩，牙齿不算完美整齐，额头上有少量小痘印，五官也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精致。但随着作品陆续上映，资源咖被力捧演技撑不起资源的评论很快涌来。后来爆出的家人纠纷，更是让舆论在一段时间里全面翻转。关于他的报道，从天生幸运的新人变成争议不断的演员。在一档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提到网络评论时，他只简单说了一句：“我知道我现在不够好。”据剧组成员透露，在主角筹备期间，他用了几个月时间学习地方方言和秦腔唱段，每天拿着录音机反复对着墙练习，一度练到嗓子嘶哑。杨紫的起点则完全不同，她从小以童星身份被观众熟知，《家有儿女》时期圆脸、单眼皮的形象深入人心。随着年龄增长，她要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是成长后的外貌是否能继续承担女主角。据她在早年访谈中回忆，青春期爆痘试镜时被导演直接评价不上镜不够女主脸，加上体重管理问题，她一度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有报道提到，某次拍戏间隙，她在片场对朋友说，如果不变好看一点，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在那之后，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健身，也尝试通过妆容和造型改变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更多是瘦身、护肤、日常工作的内容，很少主动回应关于外貌的质疑。按照年龄计算，2人之间只有7岁差距，但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却被不少观众形容为像2个时代的演员。这既和作品类型有关，也和他们对自己脸的处理方式相关。主角的时代背景、光影质感，更需要一个贴近现实、愿意接受粗粝质感的脸。刘浩存的原生脸在这类题材里占了便宜，皱眉时额头有轻微竖纹，抿嘴时法令纹隐约出现，哭戏结束后眼角发红。这些在日常审美中可能被视为瑕疵的细节，在镜头里却成为角色可信度的重要来源。反观杨紫所在的剧，更多强调的是都市感、精致度以及角色的美。在这样的设定里，她的妆发和脸部线条自然会被摆在更显眼的位置。但当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脸的精致程度时，她想通过表演表达出的情绪，反而容易被遮蔽。
一些观众评论道：“我知道他演得好，可一看到那个略微僵硬的笑，我就会出戏。”这并不是个例。在过去10年间，国内影视行业经历了高清化、超高清化的快速跃迁，镜头清晰度不断提高，对演员面部细节的放大也前所未有。与此，医美行业的发展，使得通过技术手段调整外貌成为很多从业者的选项。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张艺谋曾在一次电影节论坛上谈到选角标准，他提到人的脸上有上千块肌肉，每一个小动作，每一次微笑都会牵动。大荧幕是放大器，任何多出来的东西，少掉的东西，都会被看得很清楚。他没有点名，但话题显然指向对整容、微调等手段的谨慎态度。据多位摄影指导的经验分享，即便是非常轻微的填充，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情连贯性。比如法令纹完全填平之后，哭戏时就很难再做出那种崩塌感，因为皮肤失去了原有的折叠轨迹。一位从业20年的摄影师坦言，一些演员为了上镜好选择了比较明显的调整，结果必须依赖后期滤镜、墨皮来掩盖痕迹，间接影响了画面质感。在观众讨论最热烈的某个夜晚，有短视频 UP 主剪辑了刘浩存、杨紫以及其他几位同期女演员的哭戏对比，配文是颜值可以统一，灵魂无法复制。评论区里，有人认同原生脸才适合当演员，也有人指出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医美。行业对女演员的容貌要求本身就很苛刻。确实，从公开数据来，外貌焦虑几乎贯穿了当代娱乐工业。某职业咨询机构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里提到，在受访的年轻演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曾考虑通过医美来提升镜头表现力。而在制作方层面，据多位选角导演透露，精致上镜、可塑性强等关键词仍然是他们在初筛简历时的重要考量标准。在这样的环境里，刘浩存、杨紫以及更多同龄演员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保持原生脸，可能要承受普通不上镜的评价；尝试医美，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特写镜头里为当下的决定付出代价。他们所承受的并不只是个人选择的后果，也是行业审美与观众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原生脸与医美脸的讨论，在网络上常常被简化为站队与对立，但现实场景远比抽象概念复杂。部分观众在杨紫相关话题下留言，她在某些时刻确实有点僵，但演技是不可否认的。也有人在刘浩存的评论区提醒他这次表现不错，但别因为这一个角色就把他神化。从更大的维度，这场围绕两人展开的讨论，其实折射出观众对演员职业性的重新关注。无论是张艺谋强调的肌肉和表情，还是摄影指导们反复提到的面部状态，指向的都是演技能否完整传达的问题。当一个演员在情绪高潮时，脸部每一块肌肉都能配合情节推进，观众自然会被带入故事。当某些肌肉动不了，某些线条不自然，观众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拽出戏。于此，行业内部也在尝试寻找新的平衡点。一些剧组开始在合同中增加不得进行重大外貌改动的条款，部分导演在选角时更愿意启用面部未经过较大调整的新演员，也有制作方尝试通过灯光、美术等传统手段，而非依赖后期滤镜来营造人物的好看。对于观众而言，这场关于脸的讨论可能只是某个夜晚刷视频时的谈资，但对演员本人来说，却与长期职业规划紧密相连。刘浩存在主角里的表现，给他带来了演技回暖的评价，
也让原生脸素颜演戏成为他身上的新标签。杨紫则需要在未来的作品中，通过更加精准的角色选择和表演，重新平衡观众对他演技与外貌的注意比重。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看似八卦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行业对演员之所以为演员的重新思考。观众开始不满足于精致脸滤镜感，而是更加敏锐地捕捉表演细节。制作方意识到，过度依赖医美和美颜可能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性。演员则在一次次镜头对准自己脸的时候，被迫回答一个不太轻松的问题：我到底是为了镜头里那张完美的脸，还是为了角色本身而存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隔空同台，并没有真正分出谁赢谁输。数据层面，两部剧都拿到了不错的播放成绩和热度。舆论层面，两位演员都有支持者和批评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次被无限放大的对比中，关于原生脸、医美脸的话题还会继续被讨论下去。在一次媒体群访临近结束时，有记者问刘浩存：“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大家还是只记得你的脸？”他停顿了几秒，说：“那我就继续演，让他们记住角色。”而在另一边，杨紫被问到如何面对关于外貌的评论时，她回答：“我能做的就是把戏演好，其他的慢慢来。”当镜头再次对准他们时，观众看到的会是一张怎样的脸，一双怎样的眼睛，一个怎样的角色。这或许比简单的问演员该追求原生脸还是精致医美脸更值得继续观察。如果你看过这两部剧，不妨在评论区写下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哪一个镜头，哪个表情，让你真切感受到这就是演员。也可以参与下方投票，选择你更在意的是自然的表情，还是精致的外貌。页面右下角的分享按钮同样为你准备好了，转发给正在追剧的朋友，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好演员，也许会有更多不同的视角被看见。